王毅呢？你是几年来德国的？我19年过来，然后来读书嘛。对。然后当时边读书的时候就边多看看这些东西，是。然后看着发现哪有点机会，然后就做一做。但是反正我做事情也是在考虑这些东西，也会判断这个事情你到底是一个投机的事情，还是一个长期需要投资的事情。就比如说我当时做球鞋嘛，那也做得很大了。比如说整个德国产量，比如说就同一批款鞋，比如说德国整个发售去有几万双，然后我自己能拿到，比如说能拿到1/20这种，就反正货量已经可以拿到很多了。但是这个东西当时也分析了嘛，就是眼前的利益。有人炒作它能跟风，能火一段时间，可能半年，可能1年，所以也没有把所有的精力就完全放在这个上面，属于走一步看一步，看看同时有什么机会嘛。当时还觉得是一个不正当的行业，就投资对中国人不是很正当，确实是这样，是吧？然后就想怎么把这个东西做得合理化，合规矩一点，然后就搞一个实体店，然后当时又结合上品牌出海那些东西，我说我这个实体店可不可以是一个线下展示空间？对，我可以接纳那个国内现在自主研发的所有的新鲜的产品，想来这儿试试市场的。对，这是一个 pop up store 这种东西，这是一个承接的机会。我当时是这样考虑，但是后面因为种种原因，跟我之前那个合伙人就也是他或者退出了或者不做了，我们两个闹掰了，这个事儿没推进下去。所以就卡在。所以你后来那店开了吗？后来没有。那你当时为什么选择去开一个实体店，而不再继续在线上去做推广？就是还是感觉消费习惯的问题吧。德国人的消费习惯可能还是偏重线下一点，偏重体验一点。没错。是。就是我逛了之后，我看到你装鞋我喜欢，但是我要试。这是对于普通的消费者，但是对于比如说那种潮流爱好者来说，他们更像一种就是我追的是这个牌子的这款鞋，就今天这个鞋跟哪个 rapper 联名了，我就买这款鞋。这个体会还是挺深的。就上个月去了一个那个球鞋展会，在柏林，就每年冬天他们都会搞这个。一是给那个清货，给那些卖家清货；二是就是大家该买冬天的鞋了，该买圣诞礼物了，就给你们搞一个展会。就德国这边的展会，它不像国内是那种展示类型的，就是我有什么好牛逼，我是牛逼的东西，我给你摆出来，我让你们看，然后让大家来参观。它更像是一种就是交易，农贸市场，农贸市场就直接卖，对，是这样。然后感触很深的一点就是大家看这个鞋便宜，但是我不买，因为我感觉他稍微懂一点嘛，这些人他们只会买自己喜欢或者是想要的那个，就即使那个东西500欧、400欧，或者贪便宜可能不一定去那个展会，去那个展会的相对来说就是玩家了。对，这确实是。那他是奔着有目的的去的嘛？对吧？它这个实际上市场就是可以细分的。我觉得它这儿的细分，就刚才你们来之前我也聊到，我到这儿给我最大震惊就是德国原来有那么多连锁超市的品牌，都相安无事，都活得挺好，因为买的都是一样的白菜，一样的韭菜，一样的这种，对吧？就是那个你比如说Hiva 呀、Edeka 呀、Aldi 呀、Lidl 啊，还有 Penny 啊。还有 Netto 啊，还有 Netto Discount，对吧？还有Horstmann 也在卖一些东西。对，就是这些超市，你会看到它在一个 mall 里面，它相安无事。因为原来我住在东站嘛，奥斯邦号下面有2个超市，这边是 Hiva， 这边就是 Penny。Penny 就最便宜的。我看 Penny 里面老没人嘛，就 Hiva 人很多，确实很多。那我就觉得 Penny 迟早要倒了。但我在那儿住了1年多，我那前天回去看，它还在。就是它这个市场被细分的非常非常之细，然后这老百姓不会说轻易切来切去。哎，你说对了，是这样的。他们这边的整个文化习惯跟我们可以这么想，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情景是，他们实际上是从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日子，在慢慢的越过越紧张的一个状态我们中国人实际上虽然现在以前是穷日子，对，再往好日子过，我们是在往好，就是说从不够再往好的过。就像刚才他讲的那种情况一样的，当你过一个比较相对富足的日子的时候，你对于物质的东西的渴求不是那种有点东西饥渴或者变态。曾经沧海难为水。对，没错，就是这意思。所以他就会更倾向于说，我尊重我内心，我到底想要个啥？是，不是说只是去看这个标签上的价格。
是，哎，那么刚才你说那些超市也是一样，它那个细分人群也是切的精精准准。然后呢，它既然切到那个人群，它就没有特别大动力。比如说我要从 Rivi 换到 Penny，对，它俩不是同一个客户群体。然后这个超市也没有说我要向上延伸或者向下延伸，对。他们肯定之间有一些产品，因为我们住在这边，肯定知道它，比如说同样的价格，同样的东西，因为有很多东西是重叠的嘛。是，但是就品类重叠，品类或者说产品还是品牌不一样，也有一样，也有一样，有些基础款是一样的，没有问题，知道吧？因为就像超市我把这个人引进来，不是让你买广告上的东西，是你买广告上东西的是同时买一些其他东西。对，所以正常人也不会说我去这家超市就买这，然后到另外一家超市买那，他就基本上就在到家超市，那我买这我顺便把那些对吧？反正价格没那么大差别，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东西。我有感受还蛮深的一点就是，确实你在一家黑沃边上，你是找不到 AD 卡，但是你一定可以找到 Penny 或者 NATO 对，他这个观察很对，对吧？因为 River 和 AD 卡基本上就是属于一个平级同品类，对，他俩才是真正的竞争对手，对，所以他俩互相之间避得远远就好，是，对吧？而且他们超市，我感觉他们德国超市选址都能选到人流量很棒的地方，他们这是有一套方法论的，是，全部都是经过数据筛出来的。所以我们如果选址的话，就如果要做这种大众消费品的话，就可以跟着超市选址走。对，你说的有道理，对吧？因为德国的超市它还不像，因为国内的主要的问题是房租太高，所以超市如果说你不是像特别营业额利润不是特别好，其实超市在闹市区开不下去的，一般都往居民区或者往偏远走。这个意思。但是在德国，你看在市中心 Alexanderplatz，你会看到一个就像我们说中高端的超市黑万，但是呢，你同样也会看到 Penny，也会看到甚至 Teddy，就是这种欧元店，明白，这都能看见。就是它的基础成本，就是基本的房价成本，它其实给了它这样一个空间，是说我可以更加自由的去选择最适合我的地段，当然价格永远是有差别的。你裤裆大道上的，或者说 Unter den Linden， 那你他妈开个店，你跟你在潘口开个店，在菲利山开个店的成本肯定是不一样的嘛。明白。那你现在给这个国内这种游戏娱乐公司在这儿落地，主要是做什么样？你可以再讲的具体一些吗？比如说，做什么样的活动，做什么样的推广，在什么样的平台上面去做？就是线上线下嘛，同步的。比如说游戏要在这边宣传嘛，出新版本了，或者出新角色了，想要落地，然后想要聚集当地的游戏玩家们一起做活动呀，玩，然后体验一下，或者是给他们一点相当于回馈玩家的那种，让他们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啊，就是包这种。然后线上就是做流量，做那种社交媒体平台，然后联系各个网红，做 KOL 或者 KOC 的类的项目，不是没有很大的网红，就是小1000、2000到1万粉丝这种小网红，然后他们发一些内容，然后线上宣传，包括一些 UGC 内容，就是以玩家社群为载体的各个比如几个小玩家，鼓励他们，就带着他们或者陪他们一块玩，然后出一些内容，然后鼓励他们各自宣传。主要是线上线下这2块。那你作为这个中间的服务商，觉得你比如说对于游戏公司来讲，你的价值最核心的价值在什么地方？我感觉我们最厉害的一点就是我们是最懂他们游戏玩家的一拨人，就是这儿本地的。对，为什么？你找其他公司他们不愿意，可能他们会有了解，但是可能没有我们了解的深。我们就是我们办公室，比如说这大家都在玩，对，我在想就想自己就是玩家，就是对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看看那种推送新视频呀，看看讲解呀，就反正刷的短视频，反正也都是这些游戏二创内容。就我们包括线下活动，我们跟他们都是基本上这些老玩家就都来嘛，每场都来，然后熟了就是老朋友了，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玩，对，所以想问你们对这个东西有什么反馈啊？有什么感受啊？收集都很容易。那你说在游戏领域，是不是中国的消费者和国外的消费者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他们的比如说消费习惯呀，消费的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刚才聊的都是日常消费嘛，就衣食住行穿吃穿这些东西。那你在玩，比如说又是个游戏，是个虚拟东西，对吧？那我玩个这个魔兽也好，玩个国内比如说腾讯的这个和平精英啊，叫射击的，或者说玩个原神，就类似这种东西，它有什么样的就中国的消费者游戏玩家和外国游戏玩家，包括最近很火什么黑悟空，对吧？就是它有什么区别吗？从玩的角度来说，感觉没什么问题，但可能没有国内那么疯狂。就举例子，充值，氪金他不是说氪金其实也挺，不然全世界氪金就是可能大家也没中国那么，就我也没有见过那种大佬就氪了很多那种，跟我们相对比较理性一点。对，相对比较理性，就是那种月卡党月卡党。我刚说疯狂是因为国内的那个也是一种炒作的风气，可能是你怎么讲？国内有那个乙女类游戏，我不知道你们。我知道，乙女类就是专门谈恋爱女性叫乙女，乙类游戏，现在还有乙男类就是给女性有玩家玩的，就让他们在手机里跟那个男的电子男友谈恋爱，对。乙是哪个乙？甲乙丙丁的乙。这个我也玩不了，就是一打开那个界面就很多男的嘛，都是那种很日韩的那种男性。这种乙女类游戏在国内就是很火爆，是很火爆，他们的那个周边产品，那种你知道吗？抱枕叫谷子，谷子就是感觉一个对我来说像黑话一样。谷子什么东西？就是他们周边产品它是个啥？就谷子，英语 JOODS 的那个翻译过来就谷子，就其实比如说是个钥匙链是个卡片谷子谷子晕死，谷子就是东西了。对，这个东西在国内，比如说它限定嘛，炒得很高很高，1000块钱、几百块钱。这不是跟那个什么盲盒啊？对，有点像，那叫泡泡玛特。对，泡泡玛特，对，很火到已经到东南亚去了。是。欧洲里边也有了。欧洲也开了，泡泡玛特好像在柏林好像有店了。是法兰，不是巴黎，法国好像有。对，我在柏林我也听说，我在小红书上看到过有开店。他们好像是寄卖在的那个。对。其他。那可能一开始还是以中国用户为主嘛。对。所以你现在先去巴黎中国人多嘛？对，是这样。这是一个，就是没有那种极端的疯狂。就比如还有粉丝嘛，粉丝就是 K-pop 这种也算嘛，应该是就是韩国这个明星在国内比如说，但这边好像稍微相对冷静一点，就没有说。那是不是因为德国人？那个南欧你去过，说意大利、法国，他们也不会，他们更加不会好像这个也没有这点。就是总体来说，平均值来说的话，是我们东亚地区就是会更就是表现的更那个一些，更投入一些，更投入一些。对，这个词儿比较好，更投入一些。他们这边可以迷，但是有可能还好。再给你讲个黑话，就是国内吃股就是买周边的那些人，就老师你吃股吗？什么老师你要吃负数吗？就是国内很讲究摆阵，就是我一个玩意儿我买100个200个，摆1000，像我们当年集邮一样。对，小摆明星画嘛，贴满。就是我爱这个角色，就是我是他的那个就忠实粉，我为了我要证实自己，我就我突然想起来，这个是一类叫做好像是不是叫粉圈文化？对，饭圈，对，这个是没错。但这个东西在德国没有这种样的，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会买复数，他们比如就买1个就2个就好了。对，我感觉你刚刚说的东西我不知道这样的去总结它对不对就是好像我们不光是这个这是个文化层面的东西就我们的观察就是我们中国也好或什么，其实如果跟这边相比平均值来说，就是一个比较的文化，你知道，就是比的心态，攀比，对吧？为什么比如说在教育里面会形成这个卷？或者说为什么会有像什么刚才说的这个饭圈文化？其实它的核心还是个比，孩子跟孩子比，是吧？然后我是粉丝，对我多忠诚于我的，我更爱我要跟你两人那个东西。这个文化在这儿是至少在德国，我感觉他们应该挺排斥这些东西。他除了个别现象级的天皇巨星，他们会疯狂的追。你看，我们说个很简单的事情，因为孩子在这里。对吧？从小出生长大，
你就从幼儿园开始看，特别明显一件事情。那我们从小都是接受教育，就是我要当第一名，对吧？我要在学校里面表现好，然后老师要夸我，对吧？学校老师也是啊，要表扬，比如说一些好的，甚至把成绩公布出来。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啊，反正我们当年都是这么长大的，对吧？他们这儿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要隐掉的，基本上学校里面或者是从幼儿园开始，他就淡化这些事情。我再举个例子啊，你看我们比如说去跑步比赛讲的啊，我们正常跑步比赛，那我不需要拿个名次嘛，对吧？他们这儿后来我发现他们就是重在参与，就是当然你也有最好的，但是每个人都有个奖牌，意思就是我参加了。那学校里面也不强调你一定是，对吧？老师就刻意根本就很回避，不会去跟你去聊这事情啊。你们家孩子是我们班上最好的孩子，没有这样的，没有这么个说法，所以他这个从孩子时期，整个社会就培养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就是说去不刻意的去比。你怎么看？我觉得他们在比别的东西，比如说，就我们说的比，就是比谁挣钱多，比谁考试分数好。上学嘛，就是你成绩好，对，工作了你就挣钱多，对，挣钱多嘛，就你买大房子、大车，对吧？但是我觉得老外可能不比这个，他在比别的东西。比如说，我觉得你这个观察是一个在什么样的场景，或者是就是你在德国生活的经验，你觉得它是一个在什么样的就阶级环境里发生的现象？那我们肯定是我们这个阶级能接触到的东西，从我们当年留学，对吧？然后到现在住在哪？哪个？我现在哪个区？就在这边，他就离你家很近，骑车10分钟就到了。我不知道你接触没接触过 Potsdam 的富人。你说的没错，那是另外一个。你说的你说的没错。中产和精英那就是不一样。因为我在我学校的很多法学生还有医学生，他们家境就是很好的，很夸张，就是我没见过的事情。对，我作为一个中产超下出生的孩子，就是他们的生活，甚至我刚刚在大学的时候，我是有点艳羡的。就是这种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呢？就是他在跟你谈他们家里怎么分配财产，最担心的。